四中全会未开，习近平权力即将落幕的消息遍地传，而中共官员在权力斗争中自我了断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官场的动荡波谲云诡。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资深媒体人蔡胜坤5月23号在 X 发文称，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自今年两会结束后被抓，最开始是在301医院受审，后来又关押到保定。但诡异的是，5月中旬看押何卫东的警卫已经全部返回北京，连照顾何卫东生活的厨师也都回到了北京。最新的消息说，何卫东像何鸿钧一样，人也走了，而且比何鸿钧走的还早，准确时间是5月2号，具体地点也是在301医院。4天前，也是蔡胜坤在社交媒体 X 上引述北京爆料人的消息，中共军委政治部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鸿钧上将在被军纪委羁押期间自尽，经301医院紧急抢救无效，于5月18日下午不治身亡。蔡胜坤去年11月11号爆料说，习近平亲信中的亲信，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上将主任苗华于当月9日被抓。随后，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1周后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苗华涉嫌严重违纪，决定对苗华停职检查，证实了蔡胜坤的爆料。何卫东和何鸿钧都是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军中亲信，但都在这次军队大清洗中被调查身亡。蔡胜坤不禁感叹，是谁在主导军队这轮残忍的大清洗？中国时局太过诡异，而在这次军队大清洗中，被多次传出事的中共国防部长董军昨天又现身了。原中共海军航空兵部中校参谋姚成5月23号在 X 平台发文说，中共国防部长董军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访问的泰国军队最高司令宋威，这有可能表明习近平还不是像传言讲的那样完全失势了，也表明将会有更激烈的恶斗。此前，英国金融时报5月20号从5位知情人士那里了解到，董军不知什么原因，可能会罕见缺席香格里拉安全对话论坛。姚成出身大陆海军，对中国情况算是了解，就是他现在也被中国各种互相矛盾的消息搞得有些迷惑，说明中国的政治局势远比想象中来得复杂。姚成和蔡胜坤也转述了海外爆料称，5月14号召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扩大会议不只是政治局委员，连元老、老军头、老常委、老干部通通出席。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会上发表了30分钟汇报说，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全部上将和中将已经抓完了，习近平想不退也不行，目前是如何保住面子。加拿大时评人丁律开表示，习近平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第一个就是苗华，他的军中的左臂右膀苗华跟何卫东已经被查了，然后有一大批的上将被查，都是他的嫡系亲信，也就是说他的军政权力已经被削弱了，已经差不多了。第二个就是李干杰跟徐大峰之后调，李干杰是习近平的人，这是李希的学弟嘛，李希他把他调到中组部嘛，李希是习近平的亲信嘛。四中全会前，中共官员密集调动。英国路透22号引述2名消息人士说，中国银行董事长葛海交将担任山西省省长，接替上月落马的金湘军。现任天津市常务副市长的刘桂平将接任葛海交的位置。官媒新华社随后23号在人事专栏报道，刘桂平任天津市委副书记。X 账号毛点评说，官方宣布刘桂平升任天津市委副书记，不会返京任中行董事长。路透社不实，葛海交恐怕也不会任山西省长了。路透消息失真了吗？
一向消息灵通的路透社前一天刚发消息，官方任命就政委。看来中共四中全会前，中南海人事布局水很深，外界只能雾里看花，隔靴搔痒。树倒猢狲散，官场博弈也呈现日益激烈的态势。今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金湘军在任上落马。中共广西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蓝天利5月16号被中纪委通报查办，成为2022年中共20大以来第2个在任职期间被查的省级政府一把手。据旅居澳洲网红尹科日前在 X 平台爆料，北京已经将蓝天利案定性为叛国罪。据悉，蓝天利与金湘军在广西仕途交集20年。蓝天利被官宣落马后，尹科5月16号爆料，金湘军与蓝天利共用白手套，白手套在两人屁股下倒卖稀土。金湘军的白手套在金湘军担任防城港市委书记期间，在分管的广西政府副主席蓝天利的屁股下通过越南倒卖稀土。稀土是北京手中对付川普贸易战的王牌。据 CNN 报道，尽管美中贸易战休兵，中国依然加强了稀土出口管制，并对关键矿产的走私展开严厉打击。5月12号，中美宣布互相大砍关税的当天，中国出口监管机关与多个矿产资源丰富的省份主管部门召开会议，目的在防止战略矿产非法外流，以及加强对生产和供应链各个环节的监管。同一天，中央电视台旗下社群媒体账号玉渊谈天发文证实，中国稀土出口管制仍在继续实施当中。在中美冲突仍箭在弦上的今天，蓝天利被扣上叛国罪帽子，警告意味甚浓，也给了广西党委书记陈刚一架进阶的梯子。广西日报报道，5月20号，陈刚以广西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要求广西生态环境厅把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壮士断腕勇气彻底整改，坚决打赢打好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持久战。YouTube 中规中矩今天的视频以蓝天利落地，陈刚冲刺政治局，广西倒查10年作为标题，说广西党委书记陈刚宣布开展非法采矿和涉重金属污染问题倒查10年专项行动，这实际上等于宣布了蓝天利的主要罪行。广西的倒查10年很容易让人联想另一起倒查20年的行动，那就是陈刚的北京大学师兄，去年曾陪同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视察广西，今年3月接手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石泰峰，权力如日中天。奠定石泰峰进入政治局的关键一步，就是他担任中共内蒙古党委书记期间开展的煤炭领域倒查20年行动。陈刚与石泰峰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两个人都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两个人面临的都是矿产领域的腐败，一个是煤炭，一个是重金属，这个升迁的机会岂能放过？正如陈刚所说，绝不高举轻放，要说到做到。中共4中全会前，努力在官场卡位的陈刚，目标可能也就是政治局。而身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陈吉宁就不一样了，他的目标是习近平的继承人，要做中南海第一把交椅，其惊险程度不是陈刚倒查10年可以比拟的。据上海官媒解放日报报道，5月21号，陈吉宁到上海科技大学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江泽民长子江绵恒以校务委员会主任身份参加了座谈会。对此，尹科爆料称，很多人很看好陈吉宁，他出任上海市委书记3年，第一次去复旦大学以调研为名，向复旦大学势力妥协碰壁，转而跪求江派残余江绵恒。陈吉宁病急乱投医，真的是无可奈何了。在加拿大时评人丁律开看来，这并不奇怪，
陈吉宁肯定是为了上位会跑官拜码头，然后跟中共党内的各派势力去谈，但是其他的人选也在蠢蠢欲动，像胡春华心思比较深，他去安徽考察，出访非洲等，说明团派的胡春华也在动，团派的元老是胡锦涛，肯定要团派上位。吕奥学者李元华指出，政治卡位，各派都要把自己的人安排在重要的一个上。就现在如果习不行了，所有的习家军，所以跟着习的这些空位，包括习过去打压的一些腾出来许多位置，各派都要往里塞人，所以大家都在抢一些这个核心的重要的，就是不管哪个帮哪派，因为中共它不是一帮一派呀，乱七八糟的，就各帮派现在都得需要抢夺这种他们认为重要的位置了，所以这个等于是重新洗牌。此外，中共中央军委会7缺3，人事派系斗争恐怕会影响军事重大决策。据台媒中央广播电台引述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史分析，中央军委会4个人里有3个是所谓的张又侠派系，习近平在军中的对手很可能就是军委会副主席张又侠。军委会这波的人事动荡可能将在今年中共20大4中全会落幕。大纪元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钟原对希望世界解释说，习近平何时卸任，中共内部应该难有定论，所以才有爆料称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也决定不了。几乎可以肯定，习近平已经失去决策权，包括政治局也没有完全决策权。现在各股势力都试图趁乱争地盘，但又被各方掣肘。中共内部没有真正铁打的派别，随时可能出现倒戈背叛，各派在拼命扶植自己的人马，抢占一些位置，同时也在搞其他人，因此出现了人事乱局。不过中共历来都是谁能控制军权，谁就最可能上位，现在就看哪一派或哪几派能与军中实权派联合，最后在4中全会上摊牌。但不排除4中全会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包括习全退半退，哪些人接哪些位置等，内斗还会延续。这大概就是中共最后解体的方式，算是对中国社会的震荡最小的改朝换代方式了。沈明史认为，军委人事问题有可能会在4中全会上讨论，补足空缺。最关键的是，谁来主导中央军委，谁当总书记，习近平会不会下来？如果下来，谁又上来当总书记或中央军委主席？一环扣一环，是联动式的。看来人们又可以吃瓜，等着看4中全会的好戏了。你觉得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